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。事业在一个人一生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，我们都希望自己能在事业上有所成就，让自己和家人过上富足的生活。那从面相角度来分析，有哪些面相特征的人事业运好，容易大富大贵呢？下面随大佬一起来看看吧。八字眉且眉毛浓密。八字眉的人，他们做事不极端，性格平易近人，做事业沉得住气儿。如果眉毛浓密的话，则对事业有理想，思想比较积极上进。这类人往往在事业上稳步发展，一步一个脚印的去做，没有把握的事不冒风险。因此他们的事业属于蒸蒸日上的类型，不会出现起起落落。耳大垂后，耳垂后和耳朵大的人有福分，运势比较好且稳定。他们在事业多贵人相助，有得力助手帮自己拼搏事业，自己无需努力太多，事业便会取得提升。这类人属于在事业上比较幸运的人，他们的总是能蒸蒸日上，取得好成绩。眼睛细长且眼神敏锐，长着一双又细又长眼睛的人一般多心计，如果眼神再比较敏锐的话，此人必多智多谋，在事业上有好的眼光，对未来方向把握得比较准，一切皆在计划中，有着周密的思路。他们往往在事业上得到领导的重用，地位逐步得到提升。如果自己创业的话，且会逐步做大，不容易出现动荡，事业蒸蒸日上。天庭饱满，地格方圆。天庭指的就是上额头，地格指的就是下颌。面相中常以天庭饱满，地格方圆来说明某个人的面相如何有富态，运势如何好等。如果一个人的额头部分方圆饱满，下巴部分又敦厚富实，此类人做事有魄力，在运势比较稳健，不会出现起起落落，在事业上会逐步形成大的气候。鼻翼饱满，鼻挺而直，鼻头丰隆，这样的人属于鼻相比较端正，他们做事比较扎实自信，在事业上往往是胸有成竹。他们付出也比较多，不投机取巧，以常理思路去做。虽然他们在经济上不会一下子暴富，但他们在事业上会蒸蒸日上，会逐步变得富贵，地位稳步上升。嘴巴稍大且嘴唇微厚。好多事业上的成功者，他们的嘴巴都比平常人大，且嘴唇微厚，特别是一些歌唱家和主持人，这类嘴巴的人能说会道，说话总能恰到好处，让人愿意在事业上与他们合作。他们通过自己的言语很容易获取别人的信任。这类长相的人也属于有福分之人。俗话说嘴大吃四方，有福相和富贵，同时他们在事业上也会蒸蒸日上。奴仆宫丰满有肉。奴仆宫的位置在下巴的两旁，称为悬臂的位置，在面相上表示统御能力。奴仆宫丰满有肉之人有很强的领导能力，可以统领很多部下，部下也特别愿意支持拥戴他们，服从他们的命令。跟从他们干事业的人，随着时间的进展会越聚越多，同时他们的事业会越做越大，地位也会越来越高，蒸蒸日上。眉头宽平且为国字脸。面相中的官禄宫和福德宫都在眉头一片，官禄宫又称事业宫，位居印堂之上，前额正中部，代表着事业。福德宫在前额左右眉毛的上方，代表着富贵。如果眉头又宽又平，则代表着事业有成和生活富裕。如果再具备国字形状的脸，那他的事业会更加稳定，且能蒸蒸日上。颧骨饱满，颧骨若生得丰厚高耸，这说明此人是个非常有自信心的人，他的自信心足以为他带来大量的财富。颧骨代表一个人的决心和意志力，说明他也是个勇于进取的人，勇气大，魄力强。
金钱往往就向这类人跑了。天仓饱满，太阳穴在相学中称为天仓，此处最好丰厚平满。太阳穴饱满的人在生理和心理方面大都较为成熟，处事稳重，大多能够积聚金钱。因天仓就是存财的意思，代表经济环境比较理想，其人有着十分稳固之财政状况，并且十分会理财。有以上特征之人大多事业旺，财运佳，一生大富大贵。但在生活中还有一些在年轻时运势平平，过着普通平淡的生活，而到了中年后好运却突然变得多起来，事业发达，财运滚滚，生活上逐步富有。那么什么样的面相中年后好运连连呢？鸡爪手，鸡爪手指的就是手背的骨头很露，青筋明显的爆出来，骨节也会跑出来，整个手看上去是比较瘦的。这种手相的人年轻的时候运势不好，可能都是在帮人家负债，不是欠老公债就是欠家里人的债。但是等到40、50岁的时候就会好转起来，会拥有自己的人生。而高于眼，低于眉，这种类型的人心思非常缜密，很有理智和气魄，拥有不俗的统御才能，是可以干大事的人，能得到上司的赏识，或者会遇到贵人提拔。但是这种人好运来得比较晚，中年以后才会发达。毛发粗，毛发粗的人是属于劳碌命，比较闲不住。如果他要是没有自己的工作，就会觉得人生没有什么意义。这种人一定要有自己的工作和展现的空间，对他们来说，钱少一点无所谓，有工作做比较重要。眉毛，眉毛是粗壮而肥直的最好，这种眉毛在相学中被称为狮子眉。这种人很有理智和气魄，而且很威猛，是干大事的人。只是从相学的角度来说，这种人的好运来得不是太早，中年以后才会发达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事业上大器晚成的那种类型。眼睛，俗话说眼大高人一等，眼小大器晚成。眼大主早年运势较佳，这种人会成名的比较早，但是没有后劲儿。小眼的人是属于大器晚成，眼大的人其初年运都很好，而小眼的人却正好相反，而灾难多多。一般来说，眼小的人在35岁以后开始走上好运，开创人生的宏伟事业。鼻子，鼻子代表了中年的运势，鼻头生得丰隆圆大，鼻型饱满有力，但不露骨。这种类型的人机遇会在中年的时候出现，不管是男还是女，只要具备了这种面相，就一定会大器晚成。下巴，下巴在相学中叫地格，好的面相应该是天庭饱满，地格方圆。地格主中晚年运势，如果地格方圆饱满，敦厚富实，凡是拥有此种面相的人，一般都性情宁静，生活安逸，晚年运势一佳，能够颐养纳福。下巴圆满的人，不管男女，也是属于大器晚成的类型。以上事业运势好的面相，您拥有了吗？如若不然，也不用妄自菲薄，成功之神终会眷顾有准备、肯奋斗的人。外貌对于一个女人来说，一定是十分重要的东西，但在面相学中，女人的面相可比外貌更为重要。如果一个女人外貌长得十分出色，但是她的面相某一处长得丑，那这个女人很有可能一辈子都是穷苦命，不仅自己穷，还会拖累另一半。今天大佬就来给大家讲一下容易让女人穷的丑相有哪些。下巴 W 型，在相学中，若是女人的下巴长得比较尖，而且中间也有凹陷，则这样的女人爱慕虚荣，把钱看得非常的重，一点金钱的诱惑都经受不住，个人的情感世界也比较丰富，但是财运不佳，养成花钱大手大脚的习惯，没有存钱储蓄的习惯，从而遇到这样的女人必定会败坏全家的运势，只能过穷人的生活，后福不强，成不了大器。喉结凸起，
在相学中，若是女人的喉结有明显的凸起，则这样的女人多半属于劳碌命，个人的命运也会比较坎坷，婚姻运势非常的不顺利。婚后别指望这样的女人能够旺家族，甚至还会刑克自己的子孙伴侣。所以一般拥有这样面相的女人，日子过得贫困孤独，一生都难以大福，个人的后福也不是特别的强，一辈子劳心劳力就没有清闲的时候。脸色青黑，在相学中，若是一个人的脸色看起来青黑，气色非常的不好，则这样的女人个人的运势非常的不顺利，而且个人的财运不佳，身体健康运势也不是特别的好，或是进财不顺，带不旺家运，不会是旺夫之相。而最好的脸色应该是脸色长得红润黄明，色泽光亮者均为气色最佳，预示着人生顺遂，财源广进。斗鸡眼，女人拥有斗鸡眼，两个黑眼珠向里靠近，而四周的眼白比较多，则这样的女人性格非常的倔强，脾气性格也不好，常常喜欢争强好胜，也赚不了大钱，总是与人发生口舌之争，为一些没有必要的小事情就闹得不可开交，得罪不少人。所以这样的女人只会损害丈夫的财运，带不来大财。夫宫线，鼻子主财，在面相学中代表一个人的事业和财产运势。对于女人来说，鼻子更是她的福星，鼻子长势的好坏决定了她们以后遇见什么样的配偶，更代表了她们丈夫的运势。夫宫线指的是脸大鼻小，这种面相也是克夫相之一。此类女性胆子比较小，并且还会处处牵制丈夫的行为，阻止其进行投资理财等活动，不会影响丈夫的身体健康，但是会让丈夫破财。吹火口，所谓的吹火口，就是指一个人的嘴巴向前突出的比较明显，嘴巴的周围拥有皱纹，则这样的人天生就喜欢与身边的人计较，个人财运比较拘谨，而且金钱运势也不丰隆，天生抠门小气，就算叔有钱也不肯多花，而且时常会为了钱在背后说别人的坏话，败坏别人的名声。若是与这样的人合伙做生意，日后必定难以拥有好的发展，甚至还会把本钱给赔进去。鼻梁如刀，在相学中，若是一个人的鼻梁长得如刀背，鼻梁露骨比较明显，而且鼻子长得比较尖，则这样的人典型的忘恩负义之人，凡事都不会顾惜别人的感受，天生没有好命，个人的自信比较重，非常的自我，见到钱就像往自己的口袋里装，完全没有一旦的情谊可言，所以这样的人注定没有大的发展，多半都是一锤子买卖，富贵难长久。额低，发际线窄，在相学中，若是一个人的发际线长得低，额头尖窄，则这样的人多半自己的家世不好，父母不得力，家庭背景失利，对自己的发展很少起到推进作用，甚至很多时候牵绊着自己。这样的人虽然命苦，很难依靠父母的关系，而且额头长得尖窄的人看钱看得比较重，目光短浅，只能依靠出苦力赚钱，发财的不多。头大身小，一个人的头脑与身体的比例非常的不协调，则这样的人自身的婚姻运势发展的非常不顺利，婚姻运势的发展也不是特别的顺利，而且自身的事业发展也不是特别的强，从而导致自己的婚姻状况也不是特别的幸福，所以一辈子都是劳碌奔波的命，生活的压力也会非常大，思虑不周全，没有脑子，无论做什么事儿都不会成大事，只能过苦日子。总的来说，也就是说，一个女人的面相如果尖削无肉，露骨，则容易贫穷。那什么面相的女人才是富贵面相呢？其实一个女人是否富贵，主要是看她此处是否圆润有肉。下巴饱满，下巴位于面部的下庭，代表的是一个人的晚年运势与财运等。若是女人的下巴长得比较丰满，
尤其是有双下巴的女人，更是天生就会拥有比较大的福气，个人的家运非常的不错，不是缺钱的主，晚年有钱花，孩子的成就也不低，所以这样的女人后福比较强。耳垂厚大，耳朵在相学中为福气的象征，若是一个人的耳垂长得非常的厚大，拥有垂珠，则这样的女人头脑非常的聪明伶俐，学习能力强，自己也拥有比较好的逻辑能力，赚钱的本事不小，好运不断，一嫁有钱人，拥有一个家风不错的婆家，所以也能够拥有比较年轻的心态，属于越活越精彩的主，福气深厚。脸型圆润，女人的脸型长得圆润，而且也拥有比较丰腴的脸型，则这样的女人性格非常的活泼开朗，拥有不错的人际交往能力，很容易得到大家的信任，让人非常的容易相处。而且这样的女人异性缘非常的不错，深得异性的追捧与喜欢，贵人比较强，无论做什么行业都会得到大家的帮助，身边的好运不断。肩膀有肉，一般女人的肩膀有肉非常的容易影响到女人的美观，但是这样的女人个人的心胸非常的宽阔，也会拥有容忍之量，绝对不会因为小事情就斤斤计较，很容易成就一番大事业，成绩也比较好，身边的人都愿意帮助他们，个人的人缘非常不错，聚人则必定也会聚财。肚腹有肉，相学理论认为，略微有肉的肚腹是聚财之象，对理财聚财都有好处，而女人的肚腹的位置有肉，则这样的女人财运非常不错，能够赚钱也能够存钱，而且做事也非常的稳重，在事业上的成就也就不低，深得领导上司的喜欢，拥有非常不错的发展。额头饱满，额头在面相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，一般拥有这样面相的人，自身的财运比较丰厚，拥有非常不错的个人发展，而且这样的人才能出众，也会拥有赚大钱的本事，在事业上的成就也会非常的高，所以一般拥有这样面相的人，出生的条件就比别人好，创业成功的几率也会非常高。鼻子有肉，鼻子在面相中代表着一个人的财运与事业运等。若是一个人的鼻相长得非常的端正，鼻梁坚挺，鼻翼饱满有肉，则这样的人自身的财运非常的不错，个人的成就较高，在事业上必定会拥有非常不错的发展，自己的福气深厚，而且他们大多数都会有经商的头脑，思维灵活，财运源源不断。一个人的面相是会随着时间而变化的，如果你的面相不好，也还是有机会去改变的，只要端正好心态，好运也会悄悄到来的。人生在世，总不能摆脱命运的支配，任凭你有经世之才，具备雄韬伟略的寒士，然而当时趁运减之际，总免不了锁团落寞，贫至寒酸。但好运来临之际，自然能够脱胎换骨，机遇非凡。大佬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些中年暴富的面相。如果你现在即将步入中年，正好符合下面几种面相，那么你的好运即将来临，请抓住机会，一定会飞黄腾达。罗马鼻，嘴唇厚。罗马鼻的重要特征便是鼻梁较长且高度适中，鼻尖朝前，鼻梁的正中部位有一段隆起，然后呈直线下降的轻度曲线型。长有这种鼻型的男人，若是再加上嘴唇较厚的话，天生有着很强的领导力，而且分析力比较强，做事认真肯付出。年轻时容易遭遇口舌是非，40岁之后运势明显得到改善，容易成功。女人有此相则性情刚直，不过做事很有规划，事业心也非常强，特别的容易招人记恨。年轻时事业受阻，45岁以后贵人运攀升，收获大增。双耳贴脑，天庭饱满。如果男人的双耳贴近后脑勺，
且天庭部位饱满圆润的话，这种男人大多心地善良，喜欢帮助人，而且头脑聪明，很有主见，而且贵人运极佳。但是婚姻运不顺，容易因为家庭纠纷而使得事业停滞不前。步入中年以后，财运会明显好转，投资运变好，往往能够获得巨大的财富。女人有此相的话，为人比较大气，能力也比较强，但是年轻时耳根子比较软，容易轻信于人，使得事业受阻。30岁到40岁之间，容易因为感情纠纷而损财。45岁以后，财运会明显得到提升，往往能够大获成功。奴仆宫丰满有肉，眼尾有疤。奴仆宫即是嘴角两侧的稍下方位置。如果一个人的奴仆宫位置长得丰满有肉，且眼尾处有疤的话，则下巴长得也会显得较为圆润。这种男人一般很有威严感，很有责任心和担当力，做事非常的大气，领导力比较强。年轻时事业和收入非常不错，但容易遭到下属的背叛或小人的阻扰，使得事业发展不顺。45岁以后，贵人运转好，事业上容易遇到贵人的提携或辅佐，往往能够快速的致富。鼻翼外扩，耳垂厚。如果一个男人的鼻翼外张，耳垂较厚的话，这种人大多分析和判断力比较强，而且善于交际，处事冷静而理智，年轻时便能在事业上取得较大的突破和发展。但是容易骄傲自大，花钱不知道节省，最终败光家里的产业和积蓄。在45岁以后，性情慢慢的收敛，思想变得成熟，事业上容易取得成功。女人有此相的话，为人大气而豪爽，但年轻时花钱不知道节俭，收入多，花的也多，难有积蓄。45岁以后，投资和消费会变得比较理智，懂得开源，也知道节流，财富丰盈。眉头宽平，颧骨高耸。如果男人的眉头部位宽平且颧骨高耸的话，这种男人大多做事非常踏实，而且很有责任心，很守信用，有着很强的理解能力和学习能力，而且意志力坚韧，做事坚持，善于把握细节。不过这种男人一般特别的爱较真，容易遭人报复。虽然年轻时收入不低，但容易因为各种意外而使得钱财留不住。45岁以后，聚财能力变强，能够快速的发家致富。女人有此相，性格豪爽，做事干脆，个人能力比较强，但是年轻时容易怀才不遇，收入一般。44岁以后，事业运明显转好，能够获得高额的收入和良好的声誉。眉骨高，人中深。如果男人眉骨较高且人中身长的话，这种男人大多性格刚烈，为人心直口快，爱打抱不平。年轻时特别容易得罪人，也容易遭到小人的陷害，使得财运和事业受阻。44岁以后，容易得到贵人的扶助，收益颇丰。女人有此相的话，待人处事方面比较的真诚，而且行动力非常强，重情重义。年轻时因为太过于顾及他人的利益，而使得自身事业受损。45岁以后，事业运极旺，步步高升。丹凤眼，嘴巴大。男人如果长有丹凤眼且嘴巴大的话，大多心思非常的缜密和细致，做事善于谋划和规划，很有城府，而且性格内敛，不爱表达，交际能力比较差。年轻时容易因为迷恋女色而使得事业受到重创。45岁以后，财运变旺，能够获得巨大收益。女人有此相的话，思维逻辑能力比较强，而且能说会道，善于处理各种人际关系。30岁以前便能获得一定的名气和财气，但是容易因为背后重伤他人而使得事业受阻。
43岁以后人际关系会明显转好，事业方面上升很快，财富增长比较迅速。以上这些特征是站在中年人的角度来看的，但是从面相学角度分析，还有那么一些人，他们天生就是做老板的命，有好的财运，能赚也能存。那这些人有哪些面相特征呢？太阳穴饱满。太阳穴在相学中也称天仓，代表着一个人的积蓄钱财的能力。如果一个人的太阳穴部位长得饱满丰隆的话，这种人一般头脑非常聪明，也特别的能干，很有主见，不容易上当受骗，而且头脑灵活，做事懂得变通，做事时思路非常的清晰，有着很强的判断力，善于发现和把握时机，出手精准，眼光独到，非常的适合做生意。额头平宽，额头代表着一个人的智慧和心胸。如果一个人的额头较为宽平的话，这种人大多心胸宽阔，做事很有气度，有着很强的包容之心，而且内心正直，很有智慧，思考能力非常强，做事爱动脑筋，考虑问题目光也比较长远，眼界开阔，格局较大，不喜欢与他人斤斤计较，人际关系特别的好，领导能力非常强，能够赢得他人的信赖和尊重，事业上容易获得成功。双眼爱笑，笑容是特别能够体现一个人友好和亲和力的表情，而眼睛又最能表达一个人的真实内心。正所谓伸手不打笑脸人，如果一个人长得一双会笑的眼睛的话，这种人一般亲和力特别的强，也特别的容易赢得他人的好感和信任，特别的好相处，在团队中有着很强的凝聚力，人际关系非常和谐，与他人合作时效率也比较的高，而且容易得到贵人的相助，生意兴隆，赚钱不难，容易发财。鼻子有肉，挺直。鼻子在相学中代表着一个人的财运和个性，如果一个人的鼻子长得挺直有肉的话，这种人大多性情非常的直爽，而且自信心很强，待人处事方面真诚而大方，善于处理各种人际关系，也很有主见和魄力，人缘好，人脉广，事业上容易获得成功，而且这种人一般很有经济头脑，善于把握机会，有着很强的投资理财能力，财运较好，聚财能力也比较强，一辈子不用为钱发愁。双耳贴脑，相书中常说双耳贴脑，富贵到老，双耳向前，迈进田园。双耳贴脑指的是双耳长着紧贴着后脑骨，从正面看几乎看不到耳朵，这是一种难得的富贵相。长有这种耳相的人大多智商较高，头脑冷静而理智，眼光长远而独到，属于非常有想法的一类人，而且执行力和行动力都非常强，做事坚持，目标感强，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会不懈的努力和奋斗。如果做生意的话，一般不会吃亏，挣钱又快又多。下巴有肉，下巴在面相学中也称地格或地库，代表着一个人的心态、责任、积蓄和晚年运。如果一个人的下巴长得饱满有肉的话，这种人大多心态平和，性情温厚，脾气非常的好，做事非常的踏实，不是那种一惊一乍、毛手毛脚的人，有着很强的责任心，主要决定的事儿就会一步一步稳扎稳打的进行。交朋友的话也比较大气和大方，人缘非常好，能够获得周围人的拥护，讲究和气生财，财富也是稳步增长，做起事来也是事半功倍，特别的适合做生意。嘴大吃四方，老话说得好，嘴大吃四方。如果一个人的嘴巴长得较大且唇角上扬的话，这种人一般性格非常的开朗，心态乐观而积极，为人重情重义，非常的讲诚信，因此人缘特别的好，说话也非常的得体，做事很有分寸，懂得顾全大局，遇到困难时身边常会得到朋友或贵人的帮助。无论走到哪里，无论做什么，
都能混得很好，并且嘴巴严实，懂得保守秘密，非常的可靠，是天生的生意人面相。如果你有上述这些特征，那么恭喜你，好日子离你不远了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愿您时时心清静，日日是吉祥，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。